好的，今天我们就来 review 一辆350Z。嗨，大家好，所以今天我很感谢这个350的车主肯拿车出来借我 review。虽然我相信大家对这辆车都蛮熟悉的，因为这辆车是 Tokyo Drift 里面的那个坏人主角所驾的车。然后我相信是因为那套戏的关系，这个350Z 就突然间很红了起来。当然不是因为只是戏的关系，而这辆车，尤其是在美国的甩尾界是蛮普遍的一辆车，因为在美国是算是蛮便宜的一辆漂移车。然后除了在漂移界，在日本的 Super GT 里的表现都蛮不错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辆车的性能到底是如何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这辆车的 engine bay。所以这辆车看起来第一眼是它全部都还蛮原装的，连这个 airbox 都还是原厂，所以这个是可以算起来是一个还蛮原装的一辆350，所以这个就弄到我很开心，因为终于可以试下350在原装车的情况下它的性能到底是如何。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找一辆还是算蛮原装的350，我觉得并不是很容易找吧。如果我错的话，请在以下的留言让我知道。好的，首先我们现在就先来看这辆车的内装。所以第一个我发现到的这个就是它是一辆 manual 的350Z， 这个让我蛮兴奋，因为市场上多数看到的都是 automatic， 就是自排的，所以这个是 manual 手摇的，所以我很兴奋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蛮拿到我的注意力的就是这个东西，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什么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幸运符或者好运符之类的东西吧。内装来讲的话，这辆车暂时全部都是还很原厂，都没做过什么东西，除了换了一些 carbon fiber 的东西而已。还有这个就是我差一点没注意到的东西，这个其实是给那个冷气出来的地方。如果你把那个门关起来的话，它的冷气会从这个洞出来，然后进入车门的这个洞，然后在 air vent 这里出来。所以让我很惊讶的就是这个车的 detail， 它的细节性，在这个出冷气的洞口，他们都放上了那个 Fairlady Z 的那个 Z 的 logo 在这里。现在我就拿这辆车出去试驾看看，然后再跟你们一起分享看它的性能到底是如何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路来看看这辆350的性能到底是如何。就以刚才我踩油试，它第一个反应就是它的引擎，在你踩油它的引擎爬的时候，它其实爬的有一点慢，有一点迟钝的感觉。这个是我个人不是太过喜欢的一种感觉，因为你踩了油它的那个 response 好像比较迟钝一点，这个有可能是因为它是 drive by wire 的问题吗？这个350这个车身其实是蛮重的一个车身，但是因为它搭配一个3.5 L 的V6 引擎，所以它那个扭力多少不会那个车重，就是当你踩油的时候那个扭力来到，你不会怎样感觉到那个车身本身是有多重，但是在比较高速进弯的时候，那个车重就骗不了人，你就真的是感觉到那个车身会比偏向重那一方面。
就好像我所讲的，这个车会比较偏向重，但是它的操作性能其实是蛮不错的，而且它的 V6引擎的声音也是蛮好听的。但是真的它的那个转速上的有一点偏向慢的那一方面，这个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一点。但是这辆车是搭配着普通节胎，加起来它的动作性、它的操控性能还算是蛮不错的一辆车。所以虽然它的车身重，但是它的 handling 也是蛮不错。但是如果这辆车能够减掉一个50到100公斤，跟把这个转速把它搞得轻一点的话，这辆车我觉得是会是一辆很好驾的一辆车。好了，大家今天的 review 就到此为止。首先，我很感谢这位车主抽空跟拿车出来让我做个 review。所以就好像我所讲的，如果我觉得这辆车能够减一个50到100公斤的话，跟把那个转速能够把它弄得轻一点的话，会是一辆蛮好驾的车。然后我也要多谢车主让我拿这辆车来试做1-2个 donut， 所以谢谢车主。所以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集的话，请记得给它一个赞，也别忘了把这个影片给分享出去，然后也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